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啊。我们在前几堂课已经陆陆续续的把中心跟国际商学院都介绍了一遍，包含我们在上一堂课当中也提到了关于所有的合作伙伴的申报方式以及相应的合作伙伴类型。今天的这堂课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专家领导。专家领导是什么？是官吗？是首相吗？还是什么部长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了解一下专家领导的意思是什么，而且所有的专家领导应该来怎么进行申报，怎么进行操作。首先来看一下，帅帅的教授哈，白西装，蛮好看的哈。好，不扯淡了哈，先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其实整个国际商学院的专家队伍是越来越庞大了啊。当然，我们在针对这一些所谓的专家的背景审查，以及他的专才专项能力的审查还是比较严格的。因为专家学者他除了要在商学院里面执教以外，同时呢，他也会来服务交易中心当中的所有的企业家。那么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请求能够跟我们合作的专家类型有哪些呢？我这边大概列一下啦，但是没有办法列完啦。比如说律师也是我们的合作对象之一，也是专家之一，对吧？他毕竟在司法层面，在法律层面，人家是专业的。好，我们需要这样的法律专家，我们也需要财会师、财务审计师、财务管理师、财务规划师等等的这种财务、税务方面的专家。然后包含评估师、审计师、财经专家、产业专家一些相关的产业的产官学学者，包含资产管理师、证券专家，包含其他类型的专家，都欢迎来加入我们国际商学院以及我们的国际通证交易中心，来跟大家一起然后我们手牵手的来帮助这些企业。其实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的专家？首先第一呢，国际商学院一直致力于在做所谓的企业后盾。什么叫企业后盾？企业后盾本身顾名思义的就是希望帮助企业，不管在任何专业层面上面，都可以是它一个背景力量。无论从公信力、从背书、从专业能力的提升，从企业自身的诊断开始，陆陆续续的，只要企业在经营层面上面有任何的疑难杂症，有任何的困难，我们都希望由这些专家携手来帮助企业，一起来共同成长。当然，现在我们讲到的课程当中，都是仅限于目前的所谓的国际通证以及一些教育教学或者是一些交易层面上的一些事物。其实国际商学院在未来还会有很多陆陆续续阶段性的计划，会慢慢的开始去执行。这是一项永久的事业，它也不是说短暂期的，你们来加入付个钱学个东西，然后帮助你融到钱，帮助你去把商品卖出去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所有的企业的经营都希望是甚至是百年事业，而不是企业。教授一直在讲企业跟事业的区别是相当大的，就取决于你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罢了，好吧？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来进入到今天的课程我们刚才已经大致的了解到了我们需要哪一些专家来一起合作，甚至加入的这一个事业体当中。那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有一些规范来约束，甚至来做一些初步的申报工作的审查跟其他的合作机构一样跟其他的这个伙伴一样，我们有它的一定的审查流程跟它的一个申报的流程。首先来看一下呢，我们需要呢专家能够有一份东西来介绍一下自己，最好提供一下自己的个人的职业照片帅帅的我刚刚不是做了个样板嘛，就像这个教授这个照片一样，这个叫职业照片、形象照片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照片然后呢，同时呢也委托我们专家请求我们专家
在你的简历当中，你的背景介绍当中，用最简短的，大概控制在中文的250个字以内，好不好？尽可能的简短的，让大家能一眼就能瞄到这么简单的介绍就来了解你，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需求，来让所有的企业家，让所有的学员可以快速的认识你。好，再来另外一个。所有的专家请你务必去我们的下载中心去下载专家协议。好，因为今天聘请你来做客座教授也好，做主教授也罢，让你来服务企业也罢，我想所有的服务过程都要有协议来相互制约，来相互约束，让我们双方能够更好的来加入到这个主体当中去服务所有的企业家，或者去服务所有的这个学员，不是很随便的，很模棱两可的，很马虎的专家你来了，感谢你来，给你一个感谢状结束。No， 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做的是实实在在的，有条规约束的，有服务款项的，实实在在的，你做了多少，你应该取得多少，获得多少，都是明码标价，清清楚楚的。这个是我们希望在未来跟你合作的同时，我们可以有很详细的这个条文来相互彼此的一个约束。再来，既然你是专家，那我们请你提供你所谓专家的这些所持有的证书，还有你的身份证明文件。但你放心好了，除了你的证书以外的一些个人隐私的身份证明，我们只是依法的存档，我们不会对它进行公告或公示，或者是展示你的相应的身份资料。这个你放心好了，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隐私规范的要求，好吧？再来最重要的一点咯，请提供专家可以为所有企业提供的一些服务内容，采用中英文的版本因为我们是全球性的平台，全球性的商学院，所以我们的学员、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 partner 可能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中文跟英文两大类了。当然我们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在后面因为我们日本马上要落地了，我们会有日文马来文包含印尼这边也在谈合作，可能会有印尼文等等之类的，这个以后再说。以后的翻译工作就不由你们来做了，我们会请我们的翻译的工作人员来为你翻译，但是你最基本的请你提供中文跟英文给我们，请你提供中文跟英文的介绍版本给我们，好不好？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专家他不是中国人，不是华人，他提供的是英文也没关系，你提供英文给我们，但是请你一定要检查好每一个单词，请你检查好每一个单词，我们会请工作人员协助你去进行翻译，好吧？好，那所有的专家服务当中呢，我们建议你能够采用 PPT 的形式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服务，你能做什么服务，最好列得越详细越好。比如说律师的这个行业当中，他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服务条款或者是服务的品项，比如诉讼啦，比如说尽职调查啦，比如说这个协议书的撰写啦，比如说这个相应的这个合同审查啦，专业的文书资料审查啦，法律法规审查，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希望你按照这么详细来进行这个表述跟列表。那当然你所报的这个报价的部分，请根据你们属地国法律规范的这个公开定价来进行报价，来进行报价。因为我们跟你之间还会有另外一份服务协议，这服务协议当中的所有的定价会根据我们中心的这个价格来，我在后面的课程会完整的来提到关于这个服务价格的平台定价。所以我们所有的企业家会员在加入我们的同时，其实已经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折扣，或者非常好的一个成本降低的方式那么除了这些的服务跟价格的介绍以外呢，我们希望你能够提供联系方式你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我们建议哈，因为现在的比如说马来西亚啦、新加坡等这一带的这个都大部分在使用所谓的 WhatsApp 啊，那我们希望你的手机号去关联你的 WhatsApp 啊，然后并且提供你 WhatsApp 的二维码 QR code。好，或者其他的联系方式，比如说邮箱是一定要留的，因为我们要发送资料给你。好，或者是你的微信，哦，或者是 Line 都可以，请你一定在资料当中附上这个所谓的二维码。好，那对于上述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需求的这个内容，中心可能会根据不同的阶段以及不同的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啊，我们在未来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么在这里先声明，如果有任何的调整，请各位都是依据我们中心跟商学院的官方网站的内容、公告内容来进行认准不要道听途说，一直在讲。像我们这么规范的一个单位，你千万不要道听途说，请你务必要看所谓的公告跟我们发布的每一个内容。因为我们发布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很斟酌每一个字每一笔一画的避免，因为我们要对它负责，我们要对每一个人在看这个公告的时候负责。我想这个才是重点，包含未来企业在发布它的信息披露的时候，你们这些所谓的专家在评估内容的时候，也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辨别，包含内容的意思表达，这个都很重要的。好，它不是路边摊买菜卖菜的，就算你买菜卖菜的，你也得明码标价呀，好不好？好，这个是所有专家你在加入我们之前，你所需要准备的这些材料，我想我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好，那接下来要告诉大家怎么来进行专家申报的这个流程。当我们的材料全部都准备好了，也打包好了。打包方法请参照前面的几堂课程当中都有解释到比如说企业挂牌这些都有介绍到，包含这个其他的申报方式的这个 ZIP 的打包方式都有介绍到请大家先把你的介绍材料用 PPT 方式或者 Word 都可以。好，那专家把你的相关的证书、证照，还有你的照片、你的身份证明都用这种图片跟 PDF 的方式把它打包在一起给到我们，好不好？再来第二个一样我们准备好材料以后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来。好，到我们的官方网站里面来以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在线办事这里有没有看到在线办事？然后第四个1 2 3 4第四个。这边有一个专家申报，大家可以点击专家申报以后呢，根据我们所提供的表单来进行填写。第一项可能要求你要把你的姓名填上，那一样的我们希望说你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姓名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英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中间的区隔号随便你要直线还是横杠还是要 dash 这个都可以，好不好？然后呢，你的这个联络方式，我们会建议你一定要这样填第一个，把你的国码填上我们放大一点把你的这个国码填上，好不好？中间不要空格然后再来填上你的联系方式的手机号或者电话号码。好，那这里一样，你可以用空格把它分开，也可以用我们讲的方式，各种符号把它分开。最好是用这个空格比较好啦，因为各种符号像这个，我感觉它可能变成 L 的，会变理解错误然后再来就是把你的邮箱填上就你的联系方法加邮箱，好不好？那如果你是用其他方式联系的，你可以再备注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是 Line 的号码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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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这个是微信什么什么，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这个标注这样我们工作人员就会看得比较清晰。再来你的证照名称以主要的为准，如果你有多项的话，请采用英文符号的逗号请采用英文符号的逗号，好不好？因为它有半角符号跟全角符号，请你用半角符号，就是英文的
逗号的这个符号啊来进行填写。好，那么比如说我们有律师许可证明，我们有教授证明比如说我是瞎说的，然后有其他证明这种方式来进行提供，好不好？那一样的，后面请你加上英文，不是让你在后面写2个英文2个字哦，是你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是lawyer license， 你就把这个 lawyer license 填上这个律师许可证等等之类，就把这种方法把它填上，不是你跟着教授填英文2个字，不对的。好，再来，上面的证书是由谁来颁发的？你只要写主机构就可以了，比如说马来西亚司法部比如说我是瞎说的好了以后呢，请你把你刚才我们上面讲的那个相关的材料打包完毕以后从这里上传上来，从这里上传上来就可以了然后点击上传，然后呢这里就是介绍简单的用250个字的中文介绍，然后加上英文介绍，好不好？好了以后，然后选择你所处的这个国家地区，好不好？好，再来预览你就介绍一下，看一下你自己填的东西有没有漏掉的没有的话，你就点击确认提交。那确认提交之前呢，你不要忘记了把这个验证这个拖动条把它拖一下要不然你等一下点提交没了，没有验证它验证不成功这个验证的这个很重要，各位一定要务必记住，好不好？一定务必要记住好，那么填完以后呢，一样的你就等候审查吧。一般正常的这个专家背景的审查时间是3个工作日因为该国家属地的这个属地国家的这个监察委员会会根据官方登记的资料以及相关的流程来对你所提报的这些材料进行真伪的辨别。对你们的材料进行真伪辨别，没有任何问题了，那第4步就是会把相应的这个你的资料，然后就提交到了官方站点上面去进行展示。那么如果在看到自己的展示的内容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第一时间的用在线留言的方法跟我们联系，来告诉我们哪里错了我们会核对完毕以后，第一时间的来为你进行修改。好，这个就是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专家展示的方法跟方式大家看到了吧？那其实在官网的这个地方你有一个专家机构，有没有？专家机构里面有监察委员，有什么什么？那你是属于专家的，你就点击专家你会发现你的资料在上面了大家看到了你的资料会在上面了。然后比如说这个点击进来以后，你会发现这些相关的资料都在这里了最好详细一点，因为这个里面还会涉及到英文版本，所以大家在提交英文版本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不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你看这个英文版本这个内容的介绍什么这些都很重要的不要到时候这个闹笑话了，麻烦了里面的内容如果错误了，闹笑话了，这真的就很搞笑了，好吧？OK， 好，那大致的对于整体的这个专家成员的介绍部分呢，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好，那希望呢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教授留言，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官网的在线留言的板块当中给我们写信来告诉我们欢迎批评指教，那也欢迎大家提出问题来，我们会在未来的视频课程当中，或者是在互动会议的学习当中
来跟大家进行交流，并且会来第一时间答复大家的问题。好，今天的国际商学院，我是刘建龙，我们就谈到这里了这个课程，下一堂课再见，拜拜。